这边进去呢就是红灯区，成人秀最有名的小粉巷。我现在要去买票了。你每一天可能都要被那种非常不尊重你的眼神，就是一直被看。这个可爱呀！那你们年假是放几天呢？一般都是25，劳基法规定的。哇，所以其实荷兰，如果你想要生活工作平衡的话，是很适合来生活的。OK， 各位，我为什么现在这么狼狈的做开头呢？你知道我本来的计划是呢，我等下去青旅 check in 完，然后化全妆之后再美美的帮大家做个开头。但我实在觉得现在的情形真的是太值得记录给大家看了。我一抵达荷兰哦，开始狂风暴雨，它这边一路走来完全没有遮蔽物，我超级狼狈。而且它这边的人啊，即使下雨哦，都不撑伞遛狗。总之呢，我结束了爱尔兰1个月的游学，现在来到荷兰啦。我对荷兰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怎么会有个地方天气比爱尔兰还糟糕？因为呢，我这一趟来欧洲啊，我的旅程也算是进入到尾声了嘛。我也蛮常收到一些私讯或留言，问我一些关于女生一个人独旅欧洲、一个人旅行出国的问题。大家可能对于独旅也蛮向往，可是心里有点怕怕的。所以我上次呢，就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收集了一些大家对于独旅想要问的问题，那我就会结合这个荷兰旅程一起回答大家喽。我好希望我的荷兰的开头是漂亮的，好烦呢！包包行李全湿透，天哪！我现在要去搭公车，拖着我的行李。好啦，虽然呢一来就遇到这个鬼天气，但我目前对荷兰印象还不错。我刚刚其实有点担心，说我拿这个行李上公车会不会很不方便？结果他们的公车是低底盘的那种公车，所以你行李啊，或者是那种推车都超方便的。他们脚踏车道超级完善的。独旅呢会遭遇的事情，自己要慢慢推行李，推到，然后。我在想什么？出太阳了，各位！这里跟爱尔兰有得比耶。各位，我现在呢正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然后这边应该是可以游船运河，但我觉得会很冷。然后我的对面呢是花市集。我真的是来欧洲连续2个礼拜都遇到最热闹2个礼拜。我上礼拜在爱尔兰泰勒斯的演唱会，这个礼拜呢泰勒斯来荷兰开演唱会，所以我刚在路上就看到超多，一看就是 Sweetie。我现在呢要去观众推荐的简餐店，它在这间百货公司里面。我这次来荷兰，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做太多功课。有一个住在荷兰的观众，他现在要推荐我另外一间店，我现在要走过去。有人问我说，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吃饭会不会很奇怪呢？请问大家现在看我这个样子，我看起来很奇怪吗？因为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很常自己一个人吃饭。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我就是换一个地方吃饭而已。当然，就是类似这种餐厅啦，是比较不会有一个人来吃，但是也没有办法。我如果要吃东西的话，我还是得自己来吃。那因为我现在算是点心时间，所以我就只点了一个 Bitterballs， 就是荷兰的炸肉丸。这个酱是蜂蜜芥末酱，蛮好吃的。还有人问说，如果有很想吃的食物，但是合菜或分量很大，会邀请其他旅人一起分摊费用共享吗？像我在马耳他的时候，就有同学可以跟我一起分。我在希腊很多餐都是自己打包，然后隔天再自己热来吃。但是其实跟其他旅人一起分食这件事情，我去马祖的时候就很常发生，但是在欧洲就是真的是比较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吃那个球跟一杯 rosé 是多少钱？总共是台币493元。那就顺便回答，有个人跟我说他没有办法自己煮，然后一个人在外面吃有很多限制，那3餐要怎么解决呢？好像除了自己煮，没有什么其他解决方法嘞。因为外食真的超级贵，一个正餐500-600块真的是基本。我可能就会去找一些有厨房的情侣，或是自己带泡面。还有一个东西是位于自己煮跟吃外食的中间，就是
可以去超市买那种三明治，可能4-5欧元，可是我觉得那个还是有点偏贵啦，所以真的还是自己煮会比较便宜。我现在呢，好像已经接近红灯区，就是这一整排呢，全部都是卖大麻，然后对面还有卖蘑菇，你想要的话随时都买到。这边进去呢就是红灯区，因为里面不能拍照，所以我都用形容给你们看，就是每个女生有个小窗户，然后一直在前面类似招揽生意吧。这间就是成人秀最有名的小粉巷，我现在要去买票了。各位，我刚刚看完秀了，因为里面是完全禁止拍照，就连你在看表演、你在滑手机，都会有工作人员来跟你说不能用手机。看完我觉得我还蛮佩服每个表演者的，因为他们又要搭配音乐跟节奏，他们一定都有很深厚的舞蹈底子，其实是一种还蛮深的艺术。一张入场券会附一个调酒，这样是台币是2000多块，其实我觉得是值得的。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今天逛红灯区的心得，去参观他们的博物馆，去了解就是红灯区他们这边的历史。我觉得我还蛮佩服他们的工作的，因为像博物馆里面有个区域呢，是让你站在窗户的后面去体验被看的那种感觉。你每一天可能都要被那种非常不尊重你的眼神，就是一直被看。那个博物馆里面也有叙述说他们一整天的工作到底都在做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每个行业都很值得尊敬啦。有没有看他们穿橘色的衣服，就代表他们是要帮他们队加油的，他们超开心。现在7月，荷兰这里晚上11点还没有完全天黑。现在非常适合回答一个我这次收到最多问题，关于治安。超级多人都是用一些很重的字，比如说有没有感受到人身安全被威胁的时候啊？会不会担心遇到抢劫、歧视、行李遗失、暴力被抓或性侵，或者是要怎么样防小偷？不管你在世界哪一个角落，你在再安全的地方都有会发生危险事情的机会。你看，现在晚上11点了，我还可以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这样拍影片给你们讲话。我真的没有遇到所谓真的很可怕跟很危险的情况。这世界上呢，只有2种人会跟你说你去某某地方会很危险。第一个是媒体，第二个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家人呢，也是因为媒体跟他讲的，但他自己根本就没去过。网络呢，就是一个博取眼球、需要流量的地方，所以当然都是把发生比较不好一点的事情po上去，才比较多人看嘛。没有什么事的人也不会特别去告诉大家说，哦，我没事哦。大家来欧洲呢，真的也不用穷紧张。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我在爱尔兰呢，有跟我一个墨西哥来的同学分享说，我来爱尔兰之前啊，都很担心欧洲的治安，很怕我的手机什么钱包被偷。然后就他跟我分享说，因为在他的国家墨西哥，他们出门都要穿得很朴素，但他一来到欧洲的时候，他就觉得哇，这里就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就变得很放松、很 chill 这样。Casterify 的手机壳还有手机背带，那大家知道，现在手机壳已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配件了。除了可以有效保护手机以外呢，方便性跟外形，我觉得也蛮重要的。今天呢，我要介绍这个就是 Casterify 他们新出的波纹手机壳，它是这种天空蓝，就是超美，跟我的衣服很搭。我觉得他们这一次出的这个系列的颜色都很好看，就超级有夏日感。除了就是天空蓝颜色，它其实还有其他的颜色。那我自己个人是一个非常奶油手的人，就是东西就是动不动就掉来掉去啊，然后摔来摔去，所以我觉得防摔的手机壳非常的重要。那他们这边呢，背面这边也可以无线充电。然后我原本想说啊，就是这么浅色，我会不会很容易把它弄脏？但因为他们的手机壳呢，它是用柔软的矽胶材质，有经过特殊处理，所以我其实有在家实测过，就是我实际拿口红去画它用卫生纸就可以擦得掉。那如果你平常在户外啊，就是掉到土里面啊，弄脏什么的，其实你用湿纸巾稍微清洁一下，也很轻易的就可以把它擦干净了。除了手机壳以外，它还有一个同款的波纹保护壳，拿来装耳机，是不是很可爱？它这边呢有一个扣环，就是可以随时挂在包包啊、钥匙圈上面都可以。我出门通行我都需要听音乐、听 podcast， 有时候就会把它就是这样扣在一起。再来呢，这个织绳背带啊，我觉得手机背带这个东西，请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入手，因为它真的是出国超级必备。我之前有介绍过嘛，就是你这样拍照，然后你旅行通常手上会很多东西，那你
你拍完照呢，你就直接这样放掉，然后手机也不会掉。再加上其实在欧洲旅行呢，就是这个背带让你跟你的身体很贴身，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再加上这个支撑背带呢，它是可以调长度的，最长它可以到150公分，就是它已经到我的这边了。每一个身高的人其实都很适合用，然后有时候其实我会把它斜背。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我觉得超可爱的，我觉得很可爱的背带，手机挂这边，然后还有一个皮革的耳机保护壳，我把我的 AirPod 放在里面。然后它这个背带啊，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它有5种不同的背法，除了这种长版的，它其实还可以做那种短版的，就是挂在手上的手腕背带。我觉得短版其实我觉得是在欧洲最适合用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它跟我整个手势更贴身，更容易防偷防盗。它还有其他不同背法，大家都可以玩玩看哦。然后我会把详情资讯放在底下说明栏。Hello， 各位，给大家小小看一下，我这是在阿姆斯特丹住的情侣。我们这个是8人房，我住这里，床头有个插座，还有小灯在这边。这间情侣呢，我后来发现它的厨房是不能自己使用的，但是它每一天早上都有早餐，但是你要再多付大概12欧元。但是它另外一边呢，就是有卖那种可颂跟咖啡，我连续2天都这样点，这样加台币也要200-300块。我这住的情侣一个晚上有1800，可是它其实在阿姆斯特丹已经算很便宜了，因为我不是住在市中心，我离市中心呢还要再搭车搭一段路。我觉得欧洲的价格就是这样，情侣呢已经是最便宜的选择。那有些人呢可能会用沙发冲浪来省钱。那沙发冲浪呢，我之前有去冲绳拍一集，就是你可以不用付钱，然后跟用当地交流房租到当地人家，或是有些人会用打工换宿的方式去玩欧洲。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个人的旅游取舍。那如果大家有知道更便宜的选择，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如果有睡眠问题，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住情侣，可能又因为想要省钱，想要自助看情侣的话，我觉得可以自己自备耳塞啦，因为你很难保证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室友。如果你真的要住到那种自己的单人房，真的就是价格会再比较高一点。总之呢，我觉得欧洲旅行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高消费的选择。我通常就是会用 Shopback， 然后去赚那种回馈金来稍微帮自己少省一点钱啦。来荷兰第2天呢，我就来到大家自由行必来的景点，就是羊角村。那有人问我说呢，我通常一个人旅行都是怎么找行程的，或者有没有推荐的网站？那我觉得我今天要把我所有用的网站讲出来，可能影片会太长。但是呢，我其实很推荐大家可以多多善用 KKday 或 Klook 这种在上面可以订到1日行程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自己旅行就是来回交通就不是那么方便。如果你没有开车的话，那像我这来羊角村单趟就要2个小时，所以我就是直接在网络上订了那种1日巴士行程。KKday 跟 Klook 在欧洲比较少，所以我这次是用 Get Your Guide。我在希腊的 Naxos 也是用这个 app 在上面订到那种历史文化导览的1日游。这种呢就是非常适用那种，就是你很懒得再多做一些功课，然后或者是你不想要就是自己搭车这样转来转去，1日 tour 真的很棒。我真的是每一次独旅，我大概都会至少会有个1天，就去上面订个行程。羊角村的第1个行程呢，就是我们要先搭这个船游河，然后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刚刚游完船了，一路上船长就会跟我们导览说，这个房子是怎样，然后会讲解一些历史啊之类的。除了我们刚刚多人的那种船啊，其实是可以自己租那种小小的船在那边划的。羊角村呢是一个完全没有汽车的村落，你只会看到脚踏车跟船。我们刚才导览的时候，船长说是有些人会直接租那个房子在上面度假，他们的交通工具就是这个船。现在呢，我要去觅食了，因为我听说羊角村上面的食物很贵。我在网络上就找到了一间好像是这里的当地素食店吧，这样比其他餐厅比较平价一点。这边其实真的蛮大的，你想要用走路慢慢走、慢慢逛，你可以花大概整个半天吧，因为我们光是游船就要花1个小时了。各位，是我的问题吗 ？Oh my god！ 好险，我是在游完船之后才下大雨嘞。Oh my god！
越来越大了，赶快找个地方躲雨。今天是来荷兰的第3天，这次跟我的观众 Lilian 一起出来。Lilian 她超贴心的，我那时候还没来之前，她就传了超多荷兰的行程啊。然后我来之后，她又传给我说你可以去哪，可以去哪，这里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超多，很可惜我这次只来几天，所以就没有时间去那么多地方。风车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就是有点像田野，然后中间就会有放一整排的风车，对，所以照相起来很可爱。所以我今天终于会有好看的照片了吗？希望我昨天超狼狈，我真的超狼狈，我完全不想拍照。可以拍啊？羊角村没拍到吗？没有拍到，因为下大雨啊。有人问我说独旅要怎么拍照，记得那时候 Lilian 也有问我一样的问题，对不对？我想问的是，就是我知道你拍就是会用看起来像是用脚架哦，我跟你说，有一些情况下呢，可能是有人帮我长镜，我真的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只能用脚架。像我在希腊的时候，我有几张就是那种手机脚架拍的自拍，我的 iPhone 就会定个10秒，很多张那种快拍，所以你可以去选说就是哪一张比较好看。第二个方法就是请路人帮你拍。可是我觉得请路人拍就有个缺点，就是很难去跟路人讲说，哦，再帮我调什么角度。要挑亚洲人。对，哎，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觉得亚洲人的拍照技术好像比较好。而且我觉得要挑女生吧。对，像我在希腊，我有一张是请路人拍，他不是亚洲人，他很会摆 pose， 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对拍照有些概念，所以我就找他帮我拍。然后我就觉得他帮我拍的那张很好看。你可以先去观察那个路人会不会拍照。还有一点就是，我之前有一支影片是我跟一个摄影师叫小喵，那时候就有教一招，就是你先锁定一个路人，然后你觉得他拍照那个角度很好看，你就直接对着他的那个角度直接把它拍下来，然后给路人看，说我想要这个角度。你今天我怎么没有看到你今天有带脚架？因为今天有你，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说。你刚刚说就是荷兰人很喜欢绣球花，对，你看他们就是房子外面都会种绣球花。如果是有钱人家的话，樱花季就会看到一排樱花树。那这边的樱花季是什么时候？大概也是4月那个时候。Thank you。外面这种公共厕所大部分都要花钱，大概都多少？以前我几年前来的时候，从50cent开始，结果现在到1欧，我觉得很扯。好啦，为了上厕所呢，来一间咖啡厅，点了1杯咖啡。他们的热拿铁都是用玻璃杯装的，就是因为我昨天在羊角村点咖啡，跟我在我住宿的地方点热拿铁都是用玻璃杯，然后还有附一个小松饼。它里面是包焦糖，这个可爱。荷兰这边有超多 cheese 店，而且很多不同种类的，而且都可以试吃。有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有红色还有蓝色的 cheese 哎。Lilian 就跟我分享说，在荷兰呢，虽然天气不好，但是其实在这边工作的福利是很好的。比如说你们还有什么旅游基金？哦，对，旅游补助金，就是荷兰政府非常的推广，不要只工作，不要让自己压力太大，所以劳基法规定会从你的薪水里面拨你每年的旅游基金。那大概是多少钱？去年拿到800。那你们年假是放几天呢？一般都是25，劳基法规定的。哇，所以其实荷兰，如果你想要生活工作平衡的话，是很适合来生活的。如果有其他人有在什么其他欧洲国家工作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我考虑去那边。现在呢，Lilian要带我去搭一个渡轮，对，然后是大众运输的渡轮，然后是不用钱，可以直接搭到对面，对岸。而且啊，它的脚踏车都是可以上去的。那我们现在去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它叫 NDSM。这里整体氛围跟市区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呢来见 Lilian 的老公。嗨 ，Hello。他现在呢要带我们稍微小逛一下。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一个艺文区，后面那个呢大家知道是谁吗？就是我这次原本要去安妮之家看的安妮，但是因为我没有买到票，所以我就来这边看一下。他说这边的墙壁啊，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换一次，任何人都可以来换。如果你想要来画的话，也可以来画。可是只有 Anna Frank 这个墙面是都没有被再重新弄过，所以它就是保留在这边。我们进来到一个就是以前曾经是工厂的地方，但是他把它改建成有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会在里面。我觉得这边有点像是高雄博尔的感觉。好啦，那 Lilian 呢跟她老公还有他们一些朋友，等一下我们会在这边 barbecue。那在这边呢，我就想要做一个结尾啦。最后我要回答2个问题。有人问说如何拍摄同时又不影响旅游体验呢？不可能不影响，一定会影响。如果你想要100%的享受旅程的话，最棒的方法就是完全都不要拍。我觉得如果要拍出真的很高质感的旅游影片的话，其实会比较难的完全享受旅程。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个东西永远都是我自己在旅程跟拍摄影片的时候一直在平衡的事情。最后一个问题，独旅会不会觉得很孤单呢？如何看待独旅这件事呢？我从一开始独旅的时候，我觉得不会很孤单，因为我其实原本就很常自己一个人，所以我觉得独旅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比较容易可以认识新的朋友，所以我从来不会觉得独旅这件事情很孤单。独旅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缺点。优点就是呢，你可以自己安排你想要去哪里；缺点呢，就是有时候自己吃饭、自己搭车，然后没有人跟你一起 share 的话，真的会很贵。还有个缺点就是，我觉得比较拍不到自己很好看啊、很美的照片。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是跟上个问题一样，就是一个取舍吧。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跟朋友出去玩，它的目的会有点不太一样，它不完全是完全享受一个旅程，而是你想要享受跟这个人一起度过这个时光，所以我觉得目的是不太一样的。好，以上呢就是我这次的独旅 QA 啦。离开荷兰之后，我就会去奥地利，之后呢，我就要回台湾了，我就要结束这个欧洲旅程了，很不敢相信这么快就结束了。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